今天我们就来谈谈台湾长照的5个残酷现实，没人敢告诉你的真相。星期天的医院加护病房里，一位瘦弱的老人静静地躺在病床上，监护仪滴答作响，门外2个满脸疲惫的中年子女倚墙而坐，神情复杂。你可曾想过，这样的场景有一天会落在自己或家人身上？台湾正以史无前例的速度步入高龄社会，你准备好了吗？许多人总以为老年生活无非是儿孙满堂、含饴弄孙，或者闲暇旅行、乐享天伦。然而现实远比我们想象的残酷，有些真相几乎没有人敢坦白告诉你。当父母渐渐老去，甚至我们自己总有一天也会变老。以下5个关于长期照顾的残酷现实，正悄悄逼近每一个家庭。第一个残酷现实，超高速老化社会，每个人都无处可逃。21世纪的台湾，人口老化速度居世界之冠。想象一下，法国等欧美国家走完从高龄化到超高龄社会花了100年以上，而我们台湾只用了短短几十年。在1993年，台湾65岁以上人口仅占总人口的 7% 左右，那时我们才刚进入高龄化社会。但短短25年后的2018年，老年人口比例就翻倍达到 14%， 正式踏入高龄社会。更惊人的是，从 14% 再到 20%， 只用了区7年时间。2025年，台湾正式迈入超高龄社会。换句话说，今年路上每5个人就有1位是65岁以上的长者，而且这还只是开始。依据国家发展委员会的推估，再过10年左右，到2035年前后，台湾高龄人口比例将进一步逼近30%，届时每3个人就有将近1个老人，甚至高于幼年人口的数倍。长远看，劳动年龄人口将越来越少，退休和需要照顾的长者越来越多。这样急剧的人口结构转变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每一个家庭都可能面临长期照顾的沉重压力，而且这压力将前所未有的繁重。或许你仍心存侥幸，觉得长照是别人家的事，自己家人健健康康不会这么快碰上。然而现实是残酷的，长照不再是少数人的特殊经历，而将是大多数家庭的人生必修课。根据统计，全台湾现在已有超过200万个家庭正在经历长照难题，每3个壮年成人中就有1个此刻正肩负照顾家中长辈的责任。也就是说，你我身边的亲友、同事、邻居，很可能就有人每天过着白天上班工作，夜晚回家服侍长辈的日子。你或许以为父母健朗，子女年幼，长照离自己还远，但谁也无法保证意外和病痛不会突然降临一场猝不及防的中风。一纸检验报告上的恶性肿瘤，都可能让一个原本正常运转的家庭瞬间踏进漫长的照顾隧道。试想，如果明天真的轮到你，你有信心应付吗？传统观念里常说养儿防老，意思是把孩子养大，老了就能靠他们安享晚年。然而在急速老化的今日社会，养儿防老早已成为一个美丽的迷思。现代家庭子女少，经济和生活压力却大，光靠1-2个孩子就撑起父母乃至祖父母的晚年照顾，现实中常常力不从心。更残酷的是，有些父母含辛茹苦拉拔孩子长大，却发现晚年仍得孤军奋战，孩子可能远在异地，或者自身也已年近中年，要照顾另一头的家庭根本分身乏术。还有越来越多现代人选择不婚不生，未来将有相当一部分长者没有子女可依赖，即便有子女，如果孩子长居国外或者自身难保，也未必能随传随到。在不久的将来，我们这一代人势必要同时照顾更多长辈，甚至出现一个年轻人抚养好几位老人的情况。当高龄者越来越多，而年轻照顾者越来越少，未来谁来照顾谁？这不是危言耸听，而是台湾社会正在逼近的现实难题。换句话说，要么你将来成为照顾别人的人，要么成为需要被照顾的人，几乎没有人能置身事外。第二个残酷现实，长照就是漫长的告别，老人宁愿早走不是戏言。你以为人生最后的岁月是不久的安享天年吗？现实往往截然相反，许多长者经历的不是短暂的夕阳红，而是漫长而煎熬的黄昏。现代医疗技术虽然延长了人的寿命，
却也延长了衰病的过程。对许多人而言，长期照顾中的长字面意义就是好几年、10几年的拖磨。平均而言，台湾长者在离世前需要被照顾的时间长达7年多。换言之，许多人在生命最后一段路，并非安然坐在摇椅上笑看夕阳，而是卧病在床，失能失智，与病魔缠斗漫长岁月。7年只是平均值，很多家庭的照顾之路远比这更长，10年、15年的例子也屡见不鲜。这就是长照真正残酷的地方，它不是一场短跑冲刺，而是一场看不见终点的马拉松。走进医院的慢性病房或安宁疗护病房，你会看到许多令人心酸的场景。有人全身插满管路，靠呼吸器与鼻胃管维持生命；有人因失智症长期卧床，茫然不知今夕是何年；还有人虽然睁着眼睛，却已丧失知觉，对外界毫无反应。据护理师们透露，目前全台约有5000多名长者长期卧床，并插着呼吸管苟延残喘。依赖鼻胃管灌食为生的失能者更高达数十万人之多。他们当中有的是中风瘫痪，有的是重度失智，有的是多重器官功能丧失，虽然活着，却早已失去生活品质。更残忍的是，由于伦理与医疗体制等因素，多数家庭选择对长辈进行积极治疗，哪怕长辈自己曾表达不愿插管，医生通常仍会尽力抢救。因此，超过70%的病人在离世前经历了长达数年的卧床煎熬。有些老人家身体机能衰败，却久病不断气，长期卧床，甚至被家属无奈地称作不死的诅咒。想象一下，一位饱经风霜的老人，也许心里早有不想拖累家人的念头，但身体却在药物和机器的挽留下，不得不苦撑下去。对许多长辈而言，我不要变成家人的负担，宁愿不要活那么久，绝不是气话，而是真实的恐惧。邻里之间，我们时常听闻类似的故事。某位李爷爷中风后瘫痪在床，一躺就是10年。他的老伴每日不眠不休地在旁照料，儿女们即使工作忙碌，也仍周末轮流返家分担。然而多年过去，李爷爷依然紧闭双眼躺在床上，靠氧气和流质营养为生。家人们只能日复一日守在床边，心中期待，却又害怕那终将到来的一天。毕竟那对他们而言，既是解脱，也是痛失至亲的时刻。据说李爷爷曾有几次清醒过来，含泪恳求家人别再抢救，但家属于心不忍。每当紧急情况发生时，还是一次次呼叫救护车，将他拉回来继续与死神拔河。现在李爷爷只能靠仪器维持微弱生命，而他的家人也陷在无尽的煎熬中，不知道这场折磨还要持续多久。这样的悲剧绝非孤立，你是否也曾在亲友间听闻过？现代医学可以把人的身体留住，却无法治愈没有生活品质的折磨。对许多家庭来说，长照的过程形同漫长的临别。我们亲眼目睹挚爱的长辈在病榻上日渐凋零，却只能无奈陪伴，等待终局的到来。再以失智症为例，它更让无数家庭体会何谓漫长而反复的告别。前述那位心脏外科权威林先生，年逾70时不幸罹患阿兹海默症，渐渐不认得家人，忘记基本生活能力，最后连吞咽、如厕都失去自理。他的妻子同样是位名医，起初面对先生变成另一个人般的巨变，也手足无措。在漫长照顾岁月里，身心交瘁。他在照护日记出版时坦言，直到书出版前2周才克服内心的纠结。第一次在书封上印出失智2字，仿佛连承认这个残酷事实都需要莫大勇气。即使是医学专家，面对长照依然深感迷惘与力不从心，更何况一般平凡家庭。失智症患者往往需要全天候看护，他们可能半夜起床在屋内徘徊，甚至走出家门迷路，可能脾气剧烈改变，变得难以沟通，一天当中好几次大小便失禁，必须有人善后清理。而这种身心状态往往一拖就是许多年。有时照顾者仿佛感觉面前这个逐渐陌生的长者只是携带着亲人记忆的躯壳，他的灵魂和记忆正一点一滴远去。对家属而言，最痛苦的不仅是繁琐劳累的日常照料，更是眼睁睁看着亲人成为另一个人，甚至不认得我们的那种心碎。
许多照顾失智父母的子女都曾经流着泪说，妈妈其实已经不在了，只剩下一具活着的身体，那种感受真的是百般无奈，难以言喻。第三个残酷现实，照顾者才是最大消耗品。家庭照顾没有下班时间，长照带来的压力不仅落在老人身上，更层层地压在照顾他们的家人肩头。很多人不知道，在长照这场漫长马拉松里，照顾者其实才是被一点点耗尽的那个人。当家中出现一位需要长期照顾的长辈时，整个家庭的生活节奏都将被彻底改变。尤其对现今许多所谓三明治世代的中年人来说，上有年迈双亲需要照顾，下有年幼子女需要抚养，中间夹着的自己几乎快被压扁。首先首当其冲的是时间与精力的消耗。有统计显示，如果由家庭自行照顾失能长者，平均每日需要投入约11个小时。在照护上，这几乎等于剥夺了一个正常人的工作与休息时间。试想，一天24小时内，你可能一半以上的时间都绕着长辈的需求转。早晨7点刚起床，就要先喂妈妈吃药，替她洗脸梳头，换上干净衣物，匆匆上班一天，脑中挂念的还是家中老人，独自在家是否安全。一下班立刻赶回家烹煮软烂的养生晚餐，帮爸爸洗澡擦背，深夜刚躺下不久，又得起来替失禁的长辈换尿布、清洗脏屋，照顾琐事繁多且没有尽头。许多照顾者回忆，那种感觉就像身上绑了一条无形的绳索，一天24小时都无法真正松弛。再谈谈社交生活与自我实现，对照顾者而言变得多遥不可及。朋友可能不理解，你最近怎么都不出门聚会了？你只能无奈地回答，抱歉，我下班还得赶回家照顾生病的爸爸，周末有人约你郊游，你也只好推辞。不好意思，妈咪周末要去医院复健，我走不开。久而久之，你发现自己变成了那个总是很忙没空的人，昔日的兴趣爱好被迫中断，朋友圈的邀约逐渐消失，照顾者的世界开始变得狭窄。医院、老人、床边、药局成了你生活的全部舞台。当别人在休假、充电、进修学习时，你却没有片刻能离开岗位。一年又一年，许多照顾者仿佛与外面的世界脱节了，只剩下一项沉重的任务伴随左右。这种长期与社会隔离的状态，难免滋生孤独和抑郁的情绪。长照对家庭关系的冲击也是巨大的。照顾一位失能的长辈，往往牵动多名家庭成员。如果有兄弟姐妹，可能会出现彼此间分工不均的矛盾，谁出钱多一点，谁出力多一点，暗地里各有心结。若是不幸你是独生子女，那所有责任更是全部落在你肩上，连个可以商量换手的人都没有。此外，身为照顾者的你，还可能忽略了其他家庭角色。你是别人的配偶，却可能因无暇经营感情导致婚姻亮起红灯。你是孩子的父母，却因分身乏术无法陪伴教养，孩子难免心生埋怨。曾经就有案例，一位在职场上打拚的中年人，为照顾失智母亲请了长假在家，压力之下脾气暴躁，太太不堪长期身心煎熬而提出离婚，儿女也因父母无暇顾及而情绪失控，学业退步，照顾一个人，有时却搞得整个家鸡犬不宁。这些都是长照现实中经常上演的桥段，只是鲜少有人愿意公开谈论。更折磨人的是，长期照顾所带来的心理压力与情感煎熬。照顾者常常是身心俱疲，却又必须强颜欢笑的那个人，每天都在希望和失望之间摆荡。早上看到父母气色稍好会欣喜，下午听到医生说病情恶化，又瞬间跌入谷底。晚上好不容易长辈安睡了，自己却躺在床上，满脑子都是明天还有哪几件事没做，一闭上眼就害怕听见紧急呼唤。不仅情绪像云霄飞车一样反复无常，愧疚感更是无时无刻不在侵蚀照顾者的心。对父母愧疚，总觉得自己是不是哪里照顾得不够好；对配偶子女愧疚，因为分身乏术无法给予足够陪伴；对工作伙伴愧疚，频繁请假造成他人负担增加。这种全方位的愧疚与自责，简直要把人压垮。更甚者，有时照顾者心中会闪过一丝难以启齿的念头，如果这一切可以快点结束就好了，我真的好累。然而念头刚起，又立刻责备自己，
我怎么能有这么不孝的想法？于是更加羞愧难当，只能继续沉默承受。长期下来，许多照顾者的心里都出现了忧郁倾向，却不敢求助，仿佛掉进一个无法自救也无法呼救的黑洞。调查显示，高达30%的长期家庭照顾者曾经有过强烈的绝望或自杀念头。这听起来或许令人震惊，但在许多照顾家庭中，它确实是真实存在却被压抑的心声。我们常听一句古话，久病床前无孝子。长期卧病在床的老人身边，很难始终有耐心不减的子女照料。这句话点出了人性在长期劳顿下的脆弱。谁都希望自己在需要时能始终尽孝，但现实是一场超出人类极限的持久战，最终疲惫和崩溃并不罕见。然而，社会上往往对此避而不谈，照顾者的崩溃常常被贴上不孝的标签，导致许多人即使身心俱疲，也死撑，不敢对外吐露半分。在媒体新闻里，我们偶尔会看到骇人听闻的照顾悲剧，某孝顺子女因常年独立照顾失能的父母，终于心力交瘁，在绝望中亲手结束了父母的生命后自我了结。2009年至今，台湾已发生超过100起类似的照顾者杀人事件，其中大多是照顾者与被照顾者双双赴死的惨剧。我们不禁要问，究竟是什么把一个平日尽责孝顺的人逼上如此绝境？答案往往不是因为他不爱父母，恰恰相反，正是过度沉重的爱与责任，加上常年无法喘息的孤军奋战，让一个人彻底崩溃。这些极端案例虽属少数，却发出了警讯。长照不是在考验一个人爱不爱家人，而是在逼我们直视自身的局限。如果不提早计划，学会求援，长照的深渊足以拖垮任何一个家庭。其实，在许多未曾经历长照的人眼里，家属照顾病榻中的长辈似乎是理所当然的尽孝。但正如照顾领域的一句名言提醒我们，没有人应该被视为理所当然的牺牲者。爱与亲情固然是支撑照顾的动力，然而长照绝非一人之力可以单挑的大山。那些日复一日坚守在床边的照顾者，其实格外需要被看见、被支持，他们也需要休息和帮助。当年艺人谢祖武在分享自己照顾失智母亲长达8年的历程时就坦言，起初他因工作繁忙把照顾重任交给太太，不料太太压力大到身心崩溃，甚至提出离婚。他这才如梦初醒，原来出钱的不是老板，日夜照顾的家人才是付出最多的人。从那之后，他领悟到必须正视照顾者的付出，设法让主要照顾者获得喘息，否则看似坚强的人也终会被拖垮。现实中，愈来愈多家庭开始尝试轮班照顾，互相支持，或利用政府提供的喘息服务、日照中心等资源，目的都是为了让照顾者稍微松口气，避免他们成为长照战场上最先倒下的那个。因为如果主要照顾者垮了，长照这条路就真的走不下去了。第4个残酷现实，长照是无底深渊，多少家庭被掏空积蓄，长期照顾不仅吞噬时间和精力，还宛如一个无底深渊，疯狂地吞噬着家庭的财务资源。大多数人在真正面临长照前，会严重低估那庞大的开销。或许你会想，现代人都有健保，医疗费用不至于太可怕。然而残酷的事实是，长照期间的花费大头往往不在医疗费，而是在生活照护和各种杂项开销。一位经历8年长照的照顾者分享，他们最初只需要负担母亲每月2-3万的基础看护费用，然而随着病情加重，母亲开始日夜颠倒，需要全天专人看护，且经常走失，不得不聘请外佣，月支出暴增至6-7万。到了最后2年，不得不让母亲入住专业安养机构，期间各种尿布、营养品等耗材费用骤增，每月开销高达10万元。对一般家庭而言，这样的费用长年累月的支付，无疑是天文数字。根据卫福部的估算，台湾照顾一位失能长者每年的平均开销约在50万元左右，换算下来，持续7-8年就是300-400万新台币。这还只是平均值，有些重症卧床者需要特殊医材和全天候专业照护，花费可能更加惊人。试问一个普通中产家庭，在房贷、子女、教育等开销之外，再凭空掏出数百万元投入长照，
经济压力之大可想而知。许多家庭为了支付庞大的照护费，不得不变卖资产或抵押房产，甚至向亲友举债度日。还有一些长辈不愿拖累子女，硬是将自己毕生积蓄全数拿出支应疗养开销，直到存款清零，宁可自己晚景拮据，也不想给孩子增加负担。然而，财务上的压力往往只是冰山一角，还有许多隐形成本是账面上看不见，但真真切切存在的。在很多家庭中，如果选择不请专业看护，由家人辞职在家照顾，那么失去工作收入本身就是巨大的经济损失，少了一份薪水进账，家庭财力自然大不如前。而照顾期间林林总总的杂费开销亦不容小觑，跑医院的交通油资，陪病家属在外就餐的费用，为了方便长辈起居，改装房屋的开销，添购病床轮椅等辅具的费用，甚至托邻居帮忙暂时照看时买的谢礼等等，这些碎碎小小的花费累积起来相当可观，只是他们不像医药费那样有单据，容易统计，因此往往被忽略。也难怪不少过来人感叹，长照一场下来，几乎把一辈子的积蓄都烧光了。对一般上班族而言，每月几万元的看护支出可能相当于一份月薪，更何况有的家庭同时要照顾2位以上长辈，那简直让人难以承担。这种经济压力长期积累，最后导致不少原本小康的家庭被掏空积蓄，甚至陷入债务困境，但外人往往一无所知。因为很多家庭表面上也许房子还在，生活看似过得去，但背地里可能已经在用房产撑体面，用子女薪水撑现金流，用配偶健康撑照护，用沉默撑尊严地硬撑着。高龄贫穷常常不是穷的被看见，而是穷的看不见，隐藏在家庭内部，默默消耗却不为人知。那些长照家庭的子女们也往往陷入经济困境，自己的收入几乎全拿来贴补父母的照护费用，存不了钱，更不敢轻易结婚生子，生怕未来负担更重。可以说，长照对多数家庭财务的打击都是巨大的，不提前做好规划与心理准备，一旦风暴降临，几乎很难全身而退。值得一提的是，虽然政府近年积极推动长照 2.0 政策，提供一些长照服务的补助，例如补贴部分居家服务时数，支持喘息服务、辅具补助等，但面对庞大的需求，仍是杯水车薪，多数长照相关开销最后还是得由家庭自己承担。市面上也有保险公司推出长照险等商业保单，希望帮助民众转嫁部分经济风险。然而，保险能补贴的终究只有钱，金钱的赔付解决不了被绑住的时间和耗竭的精力。就算领到保险金，长辈一样需要有人辞职在旁贴身照顾，一样需要家人亲手处理生活琐事。这也是为什么许多经济能力不错的家庭依然会在长照面前感到难以招架，因为钱能解决的问题或许好办，钱解决不了的那部分才最要命。总而言之，长照对绝大多数家庭的经济冲击都是巨大的。如果没有提前做好财务与资源规划，一旦长照风暴来临，几乎没有家庭可以毫发无伤地度过。有人或许认为自己退休金和存款足以应付，但现实常常超出预期。一个人活得愈久，病得愈久，钱就像流水一样哗哗地往外流。一开始你可能还算得出每个月支出多少，但到后来早已不敢细算，只能走一步算一步的硬撑。这正是长照令人畏惧的原因之一，它仿佛一个深不见底的黑洞，看不到终点，也看不到底。第5个，残酷现实，体制与文化的落差，准备不足，让问题雪上加霜。在前面我们描绘了长照对个人和家庭的种种冲击，然而还有一层残酷的真相在于，面对席卷而来的长照浪潮，我们的社会体制和文化观念依然准备不足，这让长照问题变得更加雪上加霜。首先，照护人力严重短缺已是迫在眉睫的挑战。当每5个台湾人就有1位年长者需要某种程度的照顾时，照顾他们的人从哪里来呢？本国年轻人口年年递减，而长照工作的待遇和条件又难以吸引足够年轻人投入，导致专业护理人力出现巨大缺口。不少安养中心和护理之家一床难求，住进去之后也面临人手不足的问题。
一位护理师常常要照看10几位老人，疲于奔命。在医院里也常可见到整个病房只有零星几名护理人员，亲属被迫全天轮流在旁协助照顾的情况。为了填补人力不足的缺口，台湾许多家庭不得不依赖外籍看护工。目前全台约有20多万名外籍移工在各家各户担任家庭看护，他们多来自印尼、越南、菲律宾等国，24小时吃住在雇主家中，已成为台湾长照体系中不可或缺的一环。外籍看护的引进无疑替许多家庭减轻了压力，但同时也衍生出一些隐忧。首先，外籍人力来源不是无限的，当邻近输出国也开始面临老龄化、劳工供给减少时，未来我们未必能找到足够的移工。其次，语言文化的隔阂、雇用上的纠纷、看护品质的参差等问题也时有发生。一些家庭反映，外佣姐姐如果休假或离职，家中照顾立刻陷入混乱，临时很难找到替补的人手。换句话说，我们某种程度上把长照的重担转嫁到外籍看护的肩膀，但这个方法未必长久可靠。有人苦涩地说，我们全家人的生活品质系在一个远从异乡来的外劳愿不愿意留下。这话听来无奈，却正是许多台湾家庭的真实写照。除了人力短缺问题，长照制度本身的资源与设计也尚有不足，让不少家庭在求助时碰壁受挫。虽然政府推行了长照 2.0 政策，设立了许多社区照顾据点、日间照护中心、居家服务等，试图建立起广覆盖的照护网络，但实务上还有许多鸿沟待填补。例如，申请长照服务的流程和评估机制繁琐，有些长辈明明很需要协助，却因为仍有几项生活自理能力而评不到相应等级，只获得极有限的服务时数，根本杯水车薪。有的家庭希望将长辈送进公立或平价的照护机构，却发现名额有限，需要等待半年1年，只能咬牙继续在家苦撑。又例如，政府提供的居家服务虽好，但1周几小时的到宅服务远远无法填补每天24小时的需求缺口。许多重度个案即便请了居服员，其他大部分时间照样得靠家人自己扛。一些经济状况略高于补助门槛的青壮家庭更是夹心阶层，请不起全额自费的高价看护或私立机构，但因为收入超标又拿不到补助，只能靠自己苦撑到底。这些制度上的局限导致很多家庭即使愿意求助社会资源，却发现自己不上不下，得不到足够资源，最终难免心生怨怼与无奈。可以说，目前台湾的长照体系仍在发展阶段，尚未绵密覆盖到所有需要的人，还有许多家庭被遗漏在安全网之外。更深层的问题来自文化观念上的避讳与欠缺准备。亚洲文化一向忌讳谈论生老病死，总觉得不吉利，或者时候未到，不要乱说。正因为这种回避心态，许多家庭对长照及临终决策毫无讨论，更没有事先规划。父母健在时，子女不敢询问他们对未来医疗照护的想法，长辈也羞于启齿交代身后事，或自己想要怎样的治疗方式。大家都怕谈这些伤感的话题，仿佛一谈就会变成真。然而，逃避并不会让危机不来，反而让人措手不及。当意外或重病突然降临，家属往往没有任何章法，只能遵循医院惯例，把所有能做的治疗全做了，直到耗尽心力、财力，才后悔当初没有好好坐下来谈一谈。近年来，台湾通过了病人自主权利法，理论上允许民众事先签署预立医疗决定，俗称生前预嘱，让自己将来万一失去意识时，可以选择不进行无效医疗急救。然而，真正主动去签署的人并不多，大多数人宁可把头埋在沙里，不愿细想万一自己失智或卧床该如何处理，只觉得到时候子女自然会帮我决定吧。但是正因为没有事先交代清楚，子女往往各有各的看法，甚至可能为此争执。有人主张别让爸爸受折磨，有人却坚持要积极治疗不放弃。这种情形下，长者真正的意愿反而被淹没在旁人的拉锯中。如果我们的家庭可以更早开始面对这些问题，冷静讨论生死抉择，许多不必要的遗憾或许可以避免。同样的，对于长照的心理和财务准备，多数台湾家庭也明显不足。
很多人直到父母倒下之后才惊觉，原来长照这么难，这么花钱，然而那时一切已经为时太晚。我们需要在还没陷入长照前就做好准备，例如盘点父母目前的健康风险、家族病史、家庭结构，是否有兄弟姊妹可分担，还是独生子女等等，并和家人预先讨论，万一需要长期照顾，谁来照顾？我们每个月能分担多少钱？把规则先讲开，写下来，避免未来临事时互相推诿，模糊不清。很多人在未经经历时，总以为自己不会碰到长照问题，或者心存一丝侥幸，觉得船到桥头自然直。但正如我们前面揭示的种种残酷现实，长照风暴迟早会降临。唯一的问题是你准备好了没有？总结以上5大残酷现实，我们可以发现，长照绝不只是少数倒霉家庭的私人困境，而是整个社会即将共同面对的一场硬仗。我们过去常说，看一个社会的文明程度，要看它如何对待最脆弱的成员，包括老人和病患。当愈来愈多家庭在长照的泥沼中苦撑到濒临崩溃，这不仅是家庭悲剧，更是社会需要正视的课题。所幸近年来，无论政府或民间都开始正视长照问题，专家学者也持续呼吁各界制定更完善的政策支持。政府则正酝酿长照 3.0 计划，希望强化对照顾者的资源，增加长照资源的供给，减少那些屡屡发生的遗憾。然而，制度的演进需要时间，我们不能把所有风险与责任都推给政府或下一代。面对长照挑战，最重要的还是每个家庭、每个人提早未雨绸缪。我们应该抛开不要乌鸦嘴的忌讳，勇敢地和家人讨论未来，也应该在能力范围内做好经济和保险规划，主动学习长照知识，善用社区资源，打造一张属于自己家庭的安全网。别忘了，在信息发达的今天，你并不孤单，许多社福机构和照顾者支持团体都在提供协助。只要踏出寻求帮助的第一步，就有可能看到转机。也许以上种种听起来沉重又无奈，但认清现实是走向改变的第一步。真相或许残酷，却终究需要有人说破。现在，这些没人敢说的长照真相，我们已经告诉了你。当下一次你望着父母日渐佝偻的背影，或听闻某个熟人正为长照问题焦头烂额时，希望你能记起这些残酷的真相，并问问自己，我能为未来做些什么准备？因为长照的难题终将不再只是别人的故事，而是你我的人生课题。与其回避，不如及早面对；与其孤军奋战，不如寻求支援。唯有提前备战，我们才能在长照风暴来袭时，不至于方寸大乱，束手无策。从现在开始行动吧，及早准备，积极因应，为自己和挚爱之人筑起一道抵御残酷命运的坚实防线。